要讲库玛的过去了。波尼啊，这太危险了。对啊，他的那个通道感觉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真容，这都不是恶魔果实能力，就是他的样子。这也说明草帽团他们的实力多强劲吧。根本不怕。那波尼的能力是也没法在萨坦生上面用到吗？就让他上一集看一眼那个海军就。波尼ちゃん、てめえよくも。動かぬ。这是什么？这根本都已经不是什么霸王色了。無駄なこと。我懂了，他就是不是人类，他可以重生，是不是？他还能自愈，永生，他不死。他身后还有这一大团火焰。キザル、すいやせんどうも。言い訳もねえ。あとちょっと。真的假的？動けそうにもねえ。哦。どれ？ストロングライト。番茄。哦，把路飞，把船长痛击我方船长。他就是要急于除掉贝加庞克。他们根本不在虚的。这么猖狂啊！他真的能捏碎的。
这就是他的力量吗？用意念就让人动弹不起，或者说是啊，这怎么打呀？这还只是一个五老星。这是果实吗？就是他。哎，我真服了。灭绝种，他们把库玛的家族都灭了。ボニー、私は子供の頃から他们把他们种族全都灭了。ヒーローになりたかった。解放の戦士、メカのように全員頭をよく狙え。哦，就是妮卡的动作和鼓声了。おめでとう。おお、よしよし。いや、よく生まれてきたね。ありがとう。库玛刚啊，好小库玛啊！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家族的种族的，结果他们全被灭了，所以他们也不放过库玛这唯一一个幸存者。我的天哪！哦，还就这么点儿。啊，小波尼。哦，这个转场我好喜欢。吃披萨啦！哦，这也太可爱了。长得真像他爸爸。但是迟早身份会暴露的。医生也是好人啊。天哪！是因为他们这个种族掌握什么能力或者秘密吗？待て！バカニア族の血筋は私だ。妻は違う。このまま見逃してくれ。頼む。私がいれば問題ないだろう。家族だけは見逃してください。从小就已经被抓起来，手铐起来了，库玛。他长大之后又是这样。
天呐，我这个埃尔迪亚复兴派的那什么涌入心头了，我的。就因为他们是奴隶的种族吗？我天呐！那个时候就让他这么搬了。哦，小哭吗？所以他父母已经死了。他们也是被抓去当苦力了。お父さん怪我してる。ああ、でも大したことはない。また大きくなったな。元気にやってるか？僕のご主人様は優しくて、僕すごくラッキーなんだ。そうか。あと、お母さんは元気にしてる？已经不在了吗？クマ、あのな、母さんが。啊！在天国还好一点。他们将希望都寄托在妮卡身上了吗？所以在以前的历史中，妮卡解放战士解放的就是他们这样子的族群。路飞也把他们带到海上去了呢。啊，库麦也是这么跳给波妮的。我的天哪！所以他们真的就是想什么时候除掉就除掉，把他们留下只是为了继续能当奴隶。这不就是这个是好像之前有过一个剪影吗？
也是为天龙人服务的啊。这个，哦，这不是他，好像之前有个老了的样子的剪影，是不是他？神之骑士团，对对对，出现过，好像。这是他年轻的样子。今回もラビットたちは先住民に加え問題ある奴隷たち罪人たちを多数取り揃えております。やべえぞ。库玛本来就有很强大的力量，其实他爸爸也是，就本来有一种像巨人一样。这好像之前在波妮的记忆里也有看到这个衣服，这个靶子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他们是猎物。見つけたぞ。お前いけんじゃねえよ。ふざけやがって。来い。やだやだ。うるせえ。いいから来い。我天哪！離してお願い離して。やだもう二度とあんな場所。てめえこの泣いてなんだ。而且就算他跑，他能跑到哪里去？他也还是个小孩儿。抵抗すんじゃねえ。戻れ。この野郎。じゃあここで殺せ。戻ったってどうせ死ぬんじゃないか。黙れ。失礼します。脱走した子供が捕まったそうです。例のバッカニア族です。たく勝手に逃げ出しやがって。10人組で連帯責任なんだ。お前が逃げたら俺たち全員殺されんだよ。哦，遗憾。所以旁边这个是波妮的妈妈吗？伊娃也太可爱了啊！这简直就是小波妮啊，也是这么的爱吃啊哈哈！哦，还好库玛遇到他们了，我的天呐，能没有革命军吗？哦，哦，他们也是奴隶。哦，小时候的熊能遇到伊万和他未来的这个老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真的还好遇到了他们。对于小库们来说，就是唯一的拯救吧。他的父母、他的双亲都死于天龙人手下。而我真的觉得，就看到熊的曾经这个故事，尤其是他爸爸给他不断传递下来的这关于妮卡的这个传说，真的让我又回忆起，就是曾经路飞跟熊他们的这些遭遇、这些相遇，都非常的充满这种宿命感吧。路飞最终成为了妮卡，也就是熊他曾经憧憬的这样一个神明。因为路飞最终真的成为了妮卡，他就是妮卡的化身了。曾经库玛拯救了路飞，就把大家拍散去留时间发育，而现在再次出现在他女儿身前的这个路飞，又将去拯救他的女儿。
再从前面说起的话，就是这个萨坦圣的他直接用眼神来攻击，或者说是有点像意念攻击，就非常的恐怖，完全都不像是霸气或者说是果实能力。更可怕的是他本身就是身上刺的这个血迹又回去了，这样的话肯定普通的那种攻击或者说是武器对他都是无效的。他的这种愈合能力又是哪里得来的呢？他真的就不是人类的话，他这种种族或者说这个体质非常有可能就是不死的。他也说，就是熊他们这个种族是曾对历史犯下过大罪的灭绝种族，他们多少肯定有着一定的永生或者说是长寿的秘密。而且我觉得他说就是熊他们那个种族犯下过大罪，肯定也就是他们歪曲事实，或者说是只是站在他们这一个角度上，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去用抹掉的历史去掩盖的。而且就是不仅是熊的这个种族吧，肯定有很多其他的种族也都是可能历代都在就是逃亡，在这个世界中去逃脱世界政府的一些追捕，就甚至是他们的家人，就是不是他们这个种族的一些人类，这些政府人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真的是看不得他们就是一家三口，包括库玛还那么小的时候就被这样抓去做当做奴隶嘛。而且库玛和他父亲都是在就是重聚的时候都在逞强，都在假装自己很幸运，主人对待的很好，我真的是太难受了。在整个玛丽乔亚的这段故事真的是太恐怖如斯，太窒息了吧，难怪就是库拉普会说出还不如去死，可能死去的世界更好这样的话吧。但是他还是在鼓励着库玛，包括就是这些天龙人们之后居然还去举办那种类似于是杀人一般的比赛竞技赛，真的是太恐怖了。当然还有一个应该也算是大人物角色出场吧，就是这个黄头发的神之骑士团呢，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出现过他就是已经白头发的样子的他，不过到现在还不太了解就是神之骑士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但反正他们完全是隶属于就是保护天龙人吧。最后登场的小伊万将也真的是以天生反骨吧，他还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很浓厚的领导力、领导人的这种气质了。这个世界上真的不能没有革命军，他们真的是太宝贵的存在了。而库曼也是，就是自己经历过如此多的苦难，但是长大后的他依旧是如此的温柔，去对待他人，去拯救自己女儿，去帮助路飞他们。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相信的力量也很强大。尼卡在这个时代又真的重现了，这样看来的话，我觉得波尼真的会被路飞带到海上去了。那这期视频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